试想一下，5000架战机遮天蔽日般飞向台湾会是什么画面？光是想象天空被战机乌云盖顶，就让人不寒而栗。解放军空军号称拥有世界上数一数二多的战机数量，难道不管战术战法，只凭数量就能踩平台湾的天空吗？答案远没有这么简单。面对如此庞大的空中威胁，台湾凭什么守住自己的制空权？台湾的防空秘诀又是什么？今天我们就要一步步揭开台湾顶级防空体系的神秘面纱，同时也来聊聊以色列的防空，看看两者谁更胜一筹。首先我们得澄清一个观念，战争不是网络游戏，兵力数字并不等于战力结局。5000架战机听起来吓人，但不可能同时全部挤在台湾上空作战。天空就这么大，一次能容纳的战机数有限，而且出勤的战机还得轮番加油、补给和维修。不妨把这5000架想成接力队，前批飞出去，后批还在地面等加油装弹，能同时在空中进行战斗的，其实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更何况，从中国大陆基地起飞的战机要飞越台湾海峡才能到台湾上空，中间还要耗费宝贵的油料和时间。以解放军的主力歼击机来说，多数作战半径有限，到达台湾可能只能逗留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就得折返补给。航程限制庞佛在战机脚上拴了一条链子，让他们无法长时间盘旋台湾上空为所欲为。另外，战机飞出去不是你想飞就能飞，还牵涉到飞行员体力和后勤维修。每天出动上千架次的高强度作战，战机零件损耗惊人，技师得日以继夜更换检修，飞行员也会疲劳。这就像长跑比赛，数量多固然起跑声势浩大，但能不能持久跑完全程又是另一回事。再者，就算解放军真派出压倒性的机群，也得面临协同难题，空域拥挤和通讯调度会变成噩梦。天空中上百架、上千架战机密密麻麻，一不小心就可能擦撞或误伤自家友机。要让数以千计的飞机在短时间内有序攻击，对指挥控制是巨大考验。现代空战讲求资讯整合，每架战机都要知道自己该打哪儿、避哪儿，但数量过多反而可能乱了阵脚。简而言之，5000架战机不是无敌舰队，反而可能变成一团乱麻。最后我们也别忘了，这5000架战机的构成参差不齐，并非清一色先进战机。解放军空军虽然总数庞大，但其中有不少老旧机型，比如歼7、歼8这类上世纪的产物。这些老飞机即使凑数上场，在台湾现代化防空网面前也是送分题，甚至可能当诱饵都派不上用场。而真正先进的歼20隐形战机、歼10C、歼16等，再怎么多也有极限，不可能一下子冒出成百上千架。能投入对台第一线的现代战机数量，其实比起传闻的5000架要少得多。所以别被5000这个数字吓倒，战场态势远比单纯数字游戏复杂。面对可能来袭的庞大机群和密集导弹雨，台湾早已建构起一套层层防护的防空天罗地网。这其中既有向美国购买的尖端装备，也有自行研发的国之重器。首先登场的是鼎鼎大名的爱国者飞弹，台湾部署的是爱国者2型和爱国者3型，尤其是爱国者3型 Patriot Pack 3是目前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防空飞弹拦截系统。它专治各种飞弹飞机，特别拿手拦截高速来袭的弹道导弹。爱国者飞弹就像空中的盾牌，一旦侦测到敌方导弹来袭，便会以每秒数公里的高速反向撞上去，把敌人的弹头在空中打成碎片。有人形容这叫飞弹打飞弹，就像用子弹去撞子弹，难度极高。但台湾就是有这样的绝活。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近年向美国增购了爱国者3型增程版飞弹，这种最新型的爱国者飞弹射程更远，射高更高。一般爱国者3型拦截弹道的高度大约20多公里，而增程型一口气提高到将近50至60公里高的大气层边缘。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解放军射来的短程弹道飞弹还在半途高空，就可能被爱国者拦腰斩断，离台湾本岛还远着呢，就变成天女散花。当然，爱国者也能对付敌方战机，尤其是高价值的轰炸机或预警机，只要他们飞到爱国者的射程内，也难逃一劫。不过，爱国者飞弹也有它的局限，它采用固定仰角发射，
发射架通常朝向预定威胁方向，覆盖角度是扇形而非圆形。简单说，爱国者就像拿着盾牌向前防御，正面防护力惊人，但两侧和背后需要别的系统补位，所以台湾并非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时候就轮到国产的天弓系列防空飞弹出场了。天弓1型、2型、3型，家族成员依次排开，各有分工。其中天弓3型是最先进的款式，被称为天空之弓。它采用垂直冷发射，可以360度无死角地攻击目标，等于在地面布下一根能旋转的长矛，敌机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戳得到。天弓3型的性能一点也不逊色于爱国者。官方资料透露，它最远射程可达200公里，最高拦截高度50公里以上，拦截速度高达7马赫。这些数字可能有点抽象，我们换个说法，如果把台湾比作一座刺猬岛，天弓飞弹就是遍布全岛的尖刺，任何飞到台湾上空的敌机导弹都可能被这些尖刺刺中。天弓系列能拦截战斗机、直升机、巡航导弹，甚至可拦截对方射来的反辐射导弹、专打雷达的飞弹。由于天弓可以全向发射，它通常与爱国者搭配部署，爱国者负责主要威胁方向的中高空目标，天弓则守住其他角度与中低空漏洞。两种飞弹一合作，几乎织成一个无懈可击的防空罩。除了爱国者和天弓这两大支柱，台湾的防空体系还有其他利器，例如陆基的短程防空导弹和高射炮，专门拦截漏网之鱼和低空近距离目标。像是野战部队装备的复仇者飞弹发射车，装载刺针飞弹或者天兵炮车等，可以对付贴地飞行的武装直升机或无人机。此外，台湾的海军军舰上也装有防空飞弹，例如标准2型舰对空飞弹，必要时海峡上的军舰也能提供一道防空火网，与陆基防空形成海空联防。整体而言，台湾大大小小防空武器数以千计，有统计指出，台湾防空飞弹数量约有数千枚之多，密集程度居世界前列。难怪有人把台湾比喻为防空密度全球第2的国家，仅次于以色列。如此密如箭林弹雨的防空网，就算有再多战机闯进来，也是九死一生。防空作战，看不见就打不着，要拦截高速来袭的飞机和飞弹，首先得及早发现目标。台湾在预警探测上可是一点也不马虎，甚至可以说具备亚洲数1数2的千里眼。这双千里眼指的就是乐山雷达站。乐山雷达座落在新竹县的高山上，被昵称为乐山大佛或者东亚之眼。它其实是一座巨型相控阵雷达，由美国雷神公司打造，专门提供远程预警。乐山雷达的功力有多强？据透露，对于雷达截面积10平方公尺，也就是相当于一架大型飞机或飞弹的目标，它的侦测距离高达5000公里。对于较小的战术弹头目标，侦测距离也有1500公里以上。换句话说，在乐山雷达眼中，整个东亚上空有什么风吹草动都难逃法眼。不管是远在1000公里外的导弹发射，还是临近海域的战机起飞，它都能及早发现并通知台湾三军提高戒备。举个实际例子，2012年底北韩试射远程火箭时，台湾的乐山雷达比日本还早2分钟捕捉到飞行轨迹，抢先掌握了这颗火箭的动向。2分钟在平时眨眼即过，但对导弹预警而言却是宝贵无比的反应时间。多出的黄金几分钟足以让防空部队从容不迫地把拦截飞弹推上发射架，战机也能紧急升空戒备。可以说，乐山雷达替台湾防空撑起了预警早钟，让国军不会被打个措手不及。除了乐山这只巨眼，台湾还布建了绵密的雷达网路和空中预警机队伍，全岛各地，包括沿海和山顶，都分布着各式防空雷达站，形成多层次的监视网。有些雷达专司远程高空搜索，有些负责低空补盲，哪怕敌人贴着海平面偷袭，台湾的雷达也力求不留死角。同时，台湾空军拥有数架 E2K 空中预警机，绰号空中眼睛。这些预警机平时不声不响地停在基地，但战时会飞上高空巡弋，以鸟瞰视角俯视整个台海战场。空中预警机的好处在于它机动灵活，不怕固定雷达站可能被摧毁，即使地面雷达受干扰或受损，天空中的预警机依然能接力探测并指挥作战，
有了雷达眼睛，还需要畅通的大脑神经才能反应。台湾的防空指挥系统多年来与美军体系接轨，建立了现代化的防空自动化直管通情系统。一旦侦测到来袭目标，资讯会在瞬间传遍三军，各防空单位的电脑屏幕上都会显示出敌人轨迹。防空指挥中心可以迅速判断威胁优先级，指派哪个单位去拦截哪个目标。例如高空高速的弹道导弹就交给爱国者3型，中低空飞行的战机则由天宫或战斗机去对付。如果有漏网之鱼闯入近距离，高射炮和短程导弹再补上一刀。这种自动化整合指挥大大提高了反应速度，也避免各单位各打各的乱成一团。当然，现代战场还充满着电子讯号的对抗，电子战是看不见硝烟的无形战场。解放军拥有强大的电子干扰能力，战时势必会对台湾的雷达通信进行干扰压制。但是台湾早有准备，采取各种抗干扰措施，让自己的雷达不那么容易被弄瞎。例如雷达频率可以跳变，不给对手锁定的机会；通信系统有多重备援，加密又有限备波，让干扰效果大打折扣。台湾军方也组建了电子战部队，装备各式干扰器，能够对来袭的敌机导弹进行反制。想象一下，解放军战机飞到台湾上空，突然发现雷达荧幕上一片雪花或满是假目标，导引头被干扰的找不到真正的台湾基地，这就是电子战带来的效果。甚至台湾可能出动干扰无人机，飞到敌方编队附近发射强力电磁噪音，迫使对手雷达失灵。总之，在电波看不见的维度，双方也是暗潮汹涌，台湾不会坐以待毙。除了装备与技术，台湾独特的地理环境本身就是防御上的一张王牌。翻开地图可以看到，台湾是一座长条形岛屿，中央有一整条绵延的高山山脉，东岸山势尤其险峻，直逼海岸。这种地形对防空作战意义重大。首先，中央山脉就像一道天然屏障，把岛分成东西两侧，西部面向台湾海峡，是主要威胁方向，东部背向太平洋。由于有高山阻隔，等于天然的后方基地，许多台湾空军的重要设施都建在山后东岸，例如花莲、台东的空军基地就依山傍海，战机可以藏身山洞，必要时出其不意从东部起飞绕回去迎敌。解放军的飞弹和战机要攻击东岸基地，得绕过或飞越中央山脉，增加了距离和难度。就算飞弹打得到，山里还有坚固的地下掩体提供额外保护。说到地下掩体，台湾在这方面可是下了苦功。早在过去几十年，台湾就借鉴瑞士等国经验，投入巨资把部分空军基地建成地下要塞。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花莲的嘉山基地。嘉山基地几乎挖空一座山来藏飞机，据称里头可容纳上百架战机。从外头看，只是山壁一扇扇不起眼的巨门，一旦战争爆发，大门打开，战机就能从山腹中划出跑道，迅速起飞。敌人的炸弹就算把外头跑道炸出坑洞，山洞里的飞机依然安然无恙，待跑道快速修复或启用备用跑道，又能重新升空作战。这种山洞机库让解放军很头痛，因为难以彻底摧毁台湾的空中力量。美军专家也曾感叹，台湾的战机就像钻进山里的老鹰，想一网打尽几乎不可能。除了藏飞机，台湾的关键雷达指挥中心也躲在山里面，例如横山指挥所，据说是一座深藏在大屯山岩层中的地下指挥中心，被称为台湾的松鼠山洞版五角大楼。这些设施经过特殊加固，顶上就是几十公尺厚的花岗岩，就算外面炮弹如雨，里面照样运筹帷幄。不仅如此，台湾遍布山区的军事基地还常常伪装成普通的农舍、工厂模样，或者利用山谷地形隐蔽，敌军飞行员肉眼很难判别目标真假，就算卫星照片也未必看得出门道。因此解放军就算飞临台湾上空，面对的是一个处处是陷阱、处处是堡垒的陌生岛屿，稍有不慎就扑了个空。台湾的地形优势还不止山，多山的地貌也造就了许多曲折的小河溪谷和开阔的平原公路。战时如果主要机场跑道被毁，台湾早有公路战备跑道可供战机起降。是的，你没看错，高速公路摇身一变也能当机场。
台湾从上世纪就规划了多条笔直加强的公路路段作备用跑道，一到危急时刻，只要把中间分隔岛拆除，清理路面杂物，战斗机就能直接降落公路加油、挂弹，再从公路上起飞，投入战斗。这样的演练，台湾已经做过好几次，包括嘉义民雄、彰化园林、台南麻豆、仁德，甚至屏东佳东等地段，都成功让 F-16幻象2000、经国号战机甚至 E-2K 预警机公路上起降过。试想，敌人千辛万苦炸毁了空军基地的跑道，结果台湾飞行员转头就把高速公路当跑道继续作业，这种打不死的小强韧性绝对会让对手抓狂。由此可见，台湾凭借山高路广，练就了一身见招拆招的本领。山里能藏，马路能飞，基地还能多点开花，分散部署。这种弹性让解放军无法一击毙命地瘫痪台湾防空。每当敌人以为拔除了台湾的眼睛或折断了台湾的翅膀，往往才发现真正的实力还藏在下一个山头后。或许有人会问，好吧，台湾防空看起来层层设防，但真遇到铺天盖地的大空袭，究竟能守多久？我们不妨脑补一场剧本，看看台湾可能如何应对解放军的大规模空中打击。第一波攻击多半从飞弹开始。某日清晨，数十枚甚至上百枚弹道飞弹突然从对岸呼啸升空，直奔台湾的雷达站和空军基地。早已整个带弹的乐山雷达瞬间发出警报，爱国者和天宫阵地火速启动。只见防空飞弹拖着长长尾焰冲向高空，去迎击那些来袭的弹道飞弹。一场看不见的高空碰撞随即展开，10几公里、20公里、30公里的高空中，爱国者3型精准撞毁对方的弹头，引发一团团闪光和残片。天宫3型也不甘示弱，在大气层边缘将目标引爆。当然，敌人的攻击密度极高，不可能100%拦截，仍有部分导弹突破防线，在台湾岛上炸出火球。几座次要雷达站中弹失联，部分机场跑道被炸出弹坑。第一轮打击过后，台湾的地面雷达网出现一些空白，一些战机暂时失去了跑道可用，看似形势不妙。但是紧接着，台湾的备援方案立刻展开。首先，空中预警机接管了探测任务，几架 E-2K 预警机早在导弹来袭前就已经升空，在安全空域盘旋。现在它们发挥作用，把天空重新照亮。预警机将敌方后续波次的攻击机群位置通报给空军。接着，公路战备跑道开启，工程单位火速清理之前准备好的高速公路路段，不到半小时，临时跑道就待命完毕。一批存活的战机迅速转场，在公路上升空。与此同时，各空军基地的损管人员也以最快速度修补跑道上的弹坑，很多机场几小时内就恢复起降能力。第二波攻击紧随而至，这回是解放军派出混编机群歼10、歼16战机护航着轰炸机和歼轰机，试图突袭台湾重要目标。他们兵分多路，有的从北部切入，有的绕到南部海域，试图从缺口钻进来。面对多路来犯之敌，台湾防空系统启动自动分配目标模式。北部来袭的一批刚跨越海峡中线，立刻遭到早已埋伏的爱国者与天宫飞弹齐射，几架飞在前面的歼击机闪避不及，被飞来的防空飞弹当空残骸坠入海中。其他敌机见势不妙，急忙降低高度贴海飞行，企图躲过雷达。然后他们赫然发现，海峡上竟然有台湾的基隆级驱逐舰在游弋，舰上的相控阵雷达早就锁定了贴海飞行的目标。一串标准2型防空飞弹从军舰上飞出，直扑低空掠海的轰炸机群。几架轰6轰炸机被拦腰击中，丢下尚未投出的炸弹就坠海沉没。然而，南路来袭的敌机此刻绕过台湾南端，试图从后方攻击东部的空军基地，这一路避开了大部分地面防空阵地，眼看快要抵近花莲外海。然而，隐藏在山区的台湾战斗机奇袭队发挥了作用。原来早有一支台湾的 IDF 经国号战机中队藏匿在东部山谷简易机场，避过了导弹攻击，刚刚从战备跑道起飞，绕到敌机后方。在预警机指引下，这群经国号撇开雷达静默，静悄悄贴着山谷超低空飞行，直到敌机背后突然跳起。等歼10们发现雷达警告，台湾战机的空对空飞弹已经呼啸而至，几团火光炸亮天空，敌编队陷入混乱，被迫扔掉挂载的炸弹，匆忙应战。
此时台湾经国号战机采取打了就跑战术，不恋战，发射完飞弹立即再次钻回山区掩护。在敌机阵型大乱之际，山顶上的防空炮和近程飞弹阵地也现身了。原本关机隐蔽的一些小型防空雷达，此刻突然开机，导引着天空卫士飞弹、刺针飞弹对准漏网的敌机发射。霎时间，南部天空炮火密集，几架挨了肩射飞弹的敌军战机冒着黑烟坠落，其余连忙逃离台湾东部空域。第三波攻击也许还会来，但经过前2轮，解放军空军的损失和疲惫与日俱增，而台湾的防空网仍然没有被撕开决定性口子。短短数小时内，解放军可能折损了数十架各型飞机。更糟的是，直到此刻，他们仍未能确保制空权。天上还有台湾的预警机在引导，地面还不断有飞弹升空。解放军不得不开始放慢节奏，重新评估战场形势。此时，台湾也不会干等着挨打，很可能已经启动反击措施。例如，台湾部署的雄风2翼型巡弋飞弹可能悄悄朝对岸发射，瞄准敌军沿海的雷达站、导弹阵地和机场，让解放军前线部队自身难保。同时，台湾的资讯战单位也可能对敌方的指挥网络发动网络攻击，干扰他们的通讯和情报。四面八方的压力加起来，解放军就算家大业大，此时也必须慎重考虑是否继续强攻。透过这个模拟剧本可以看出，台湾面对大规模空袭并非束手无策，而是有一整套抗击恢复反击的流程。在猛烈攻势下，防空网可能会部分受损，但不会整体瘫痪。台湾有各种预备方案让战力迅速恢复，然后抓紧时机对攻击方施加反制。这正是台湾防空体系的高明之处，弹性、韧性加上精准的杀伤力，让进攻方无法轻易得手。谈了这么多台湾的防空利器，不禁让人想起另一个以防空闻名的国家——以色列。以色列和台湾有不少相似之处，国土不大，四面危机，常年处在战争威胁之下，因此都发展出世界顶尖的防空系统。那么，若比较台湾与以色列的防空能力，谁更强一些呢？先说以色列的防空特色。以色列被称作世界上防空最严密的国家之一，其招牌是多层次的导弹防御网。最低层对付短程火箭弹和迫击炮弹有铁穹防御系统，铁穹堪称以色列的明星。它的小型拦截弹专打几公里到数十公里内的火箭弹，经常在加萨上空表演空中爆花，一次冲上去拦下对方简易火箭，成功率相当高。中间一层，以色列有大卫弹弓系统，拦截中程较高速的目标，例如射程几百公里的重型火箭和巡弋飞弹。再往上，高空远程则有箭式反导弹系列，专门拦截伊朗那种射程上千公里的弹道导弹。此外，以色列也装备了美制爱国者飞弹，作为高空防空和导弹拦截的补充。一套铁穹，一套大卫弹弓，再加剑2、剑3，组成了固若金汤的盾牌，几乎可以说从地表到大气层都有拦截者把守。最近以色列更研制出铁束雷射防御系统，想用高能雷射光束来击落极短程目标，降低拦截成本。听起来就像科幻电影，但以色列确实走在世界前沿。反观台湾的防空体系，其实也有类似的多层思维，但因应的威胁类型不同，配置上有所差异。台湾面对的主要是大规模现代化军事打击，包括大量先进战机、长程弹道飞弹和巡弋飞弹等，而不像以色列那样每天要拦截成百上千枚土制火箭弹。这导致台湾的防空更侧重于中远程大威胁的对抗，比如爱国者3型和天弓3型，对标的是敌方战机和弹道导弹，相当于以色列的系统和爱国者属于高空层。台湾也部署了相当数量的中低空防空，如天弓1、2型以及海军的标准2型，对应飞机和导弹目标，类似以色列的大卫弹弓层级。不过在短程近距离这一块，台湾目前相对欠缺类似铁穹那样专打火箭弹的小型拦截系统，毕竟台湾日常不会遭遇数公里外打一排火箭弹的情境，两岸相隔的海峡距离远远超过火箭弹射程，因此台湾过去没有迫切发展铁穹这种武器。但近年来，考量解放军可能动用远程火箭炮和自杀无人机齐射饱和攻击台湾的机场雷达等要害目标，
台湾也开始研发低成本拦截手段，例如上文提到的雷射炮计划和改良型高射炮弹药等，就是试图填补短程防御的最后一块拼图。综合来看，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在实战经验和密集分层上有明显优势。毕竟铁穹和剑士都经过多次实战考验，在实弹交锋中验证了性能，让全世界都看到以色列拦截火箭如同切瓜。台湾则因为多年未经实战，许多防空系统只是透过演习和模拟测试，但缺乏实战战绩可供宣传。然而这并不代表台湾的防空较弱，事实上，台湾的防空体系设计是针对大国正规军作战，技术水准相当高。例如台湾自行研发的天弓3型，其性能已接近美国爱国者2型，某些方面甚至更灵活。再如乐山长城预警雷达，连美日都要仰赖其提供情报。台湾与以色列可以说是各有所长，以色列善于拦截零星但频繁的中小型威胁，胜在反应迅速、密不透风。台湾则强于应对高强度大规模空袭，注重整体协调、纵深防御和持久作战。两国的国情和敌情不同，战略布局也不同，很难直接说谁的防空更强。如果硬要比较，不妨这样想，以色列的防空像一把瑞士刀，每一层都有精巧工具应付特定威胁。台湾的防空更像一柄重剑，锋利而结实，专为迎战巨龙而锻造。真要论全面战争环境下的生存力，台湾面对的是可能持续数周的大国攻击，考验的是整个国家的整体防御韧性，而以色列面对的是周期性爆发的区域冲突，强调的是快速制止威胁并立即反制。因此谁弱，很大程度取决于对比的标准。但可以肯定的是，两国都站在世界防空技术与战术的前列，都有让对手闻风丧胆的本事。在讨论空中力量的同时，我们必须强调，台湾海战从来不会只是单纯的空战。夺取制空权固然重要，但台湾的防御体系是海、空、陆、网电、民防多方面一体的立体防御。简单说，空中的打击和防守只是其中一环，还有其他环节密切配合，才能真正守护岛屿安全。首先是海空联防，台湾四面环海，如果解放军想攻台，必定伴随海上封锁和登陆企图，因此台湾海军和空军的合作至关重要。海军的舰艇不仅要提防敌方舰队和运输船团，还要协助防空，像之前模拟中提到的军舰发射防空飞弹，就是海空联防的体现。反之，空军争取的局部制空也保护了海上的己方舰艇，使他们能发挥战力。台湾还部署有强大的岸置反舰飞弹，如雄风系列，这些也需要在一定制空情况下运作。同时，空军的反舰战机如 F-16 挂载鱼叉飞弹，也能在空战鱼峡对敌舰进行打击。海空军彼此火力互相支援，才能对解放军形成多重威胁。如果解放军空军忙于闪避台湾飞弹，同时他们的登陆舰队又遭到反舰飞弹袭击，进退失据，就无法顺利执行登陆作战。这其实是台湾防卫战略的精髓，不求在单一领域决胜，但求以联合效果拖垮对手。其次是网络与电磁作战。现代战争强调置资讯权，攻防双方都会极力瘫痪对方的通讯网络、雷达、电力等系统。台湾深知自己的劣势是在网络战可能被对岸网军攻击，例如瘫痪关键指挥系统或破坏公共设施运作，因此平时就加强了网络安全演练，战时也准备了备援通讯方案，包括卫星通讯、短波电台、缆线备份等等。一旦主通讯网被网攻，备用系统会迅速切换，确保军令传达不中断。同样地，台湾也会运用电子侦察和网络攻击反击对手，削弱解放军的指挥协调能力。比如战时可能派特种部队或透过无人机对敌方前线雷达站进行干扰，网军同时对敌军后方物流系统下手，搞乱他们的调度。这些看不见的攻防虽然不如真刀真枪那么直观，却极大地影响着战场走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全民防卫意志与民防体系。台湾和以色列一样，小国生存不易，因此全民国防观念相对强。以色列有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和随时可动员的后备军，台湾近年来也在强化后备动员，建立常备军、
后备部队双层架构。一旦战事爆发，台湾的后备部队和民防组织将投入维持社会运作、协助救灾和支援军事行动的工作。各城市平时都有防空演习，如万安演习，居民演练如何避难、疏散、伤患救护等。台湾也早已将许多地下室、停车场、捷运站设计成防空避难所的一部分，分布在各地。这意味着当敌方导弹落下时，多数平民可以找到遮蔽处，大大降低伤亡和恐慌。民心士气是防御战争中最重要但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台湾过去几十年的演习和教育，就是为了在战时保持社会的基本运转，不至于因空袭而陷入混乱。只要内部不乱，前线官兵就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更专注地抗敌。而一旦台湾社会展现出团结与抗打击的韧性，解放军想透过狂轰滥炸来逼台湾就范的企图就难以得逞。综上所述，台湾的防空作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海上的拒止作战、地面的滩岸防御、后方的民防救援、网电战场的角力等融合成一体。这种全方位立体防御构筑出一道道复合屏障，层层消耗并阻滞进犯之敌。夺取制空权只是第一步，而台湾已经准备好让对手每走一步付出高昂代价。解放军就算空中优势再明显，也无法在其他领域如入无人之境。反之，只要台湾在任意领域撑住并反制，敌方的战略企图就难以实现。这也是为何很多军事专家反复强调，攻台行动将会是极为复杂且艰巨的系统战，不是飞机多就行，不是导弹多就赢，而是考验国力、军力、民心的全面角逐。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5000架战机都夺取不了台湾制空权？因为台湾早已不是当年那座任人拿着钢刀就能砍瓜切菜的小岛，而是一只武装到牙齿的刺猬。从爱国者、天宫飞弹编织的高空火网，到乐山雷达、预警机构筑的情报屏障，再到山洞机堡、公路跑道提供的韧性生存力，台湾的防空体系可谓世界顶级。这套体系并非铁板一块，但胜在灵活多层，有点像现代版的烽火台加城堡群，打一座还有下一座，总有后手等着侵略者。至于台湾与以色列两国谁的防空更强，我们看到了各自不同的侧重领域。以色列因应中东环境，打造了密不透风的小盾牌，台湾面对台海压力，祭出了能挡巨龙的长矛阵。两者其实难分高下，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当敌人来犯时，无论是台湾还是以色列，都有能力让对手付出沉重代价。5000架战机也好，数千枚火箭也罢，真正落到实战，考验的不仅是攻方的武力，更是守方的智慧与意志。希望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需要台湾和以色列这些精心准备的防空系统在实战中一较高下，因为一旦走到那一步，代表的将是可怕的。但正因为备战才能避战，台湾辛苦建立的这顶钢铁伞，正是为了让对手知难而退，不敢轻启战端。当我们回顾这些年台湾投入的心血，不难明白，守护家园的天空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是科技、策略和坚定的信念。台湾的防空能力世界顶级，这不是什么神话，而是无数人日夜努力的成果。也唯有如此，才能在风雨欲来的环境中，给予全体人民一份珍贵的安全感与底气。制空权之争从来不是简单的数字比拼，而是一场立体的斗智斗力较量，而台湾早已为此准备好了。